Hello，大家好，你又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还是我同一天录的。为什么要一下子录这么多条视频呢？因为我感觉开学了，真的特别的忙，就是事情不能拖着。我觉得我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，事情一旦拖着，就根本做不完，总会有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比它更着急，然后可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进度。所以呢，今天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是9月22号，我会看一看我这个视频会什么时候发出来，但是录制是9月22号，然后这个是第3条视频。讲真的话，我到现在说话确实有一点点累，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我这个旅游的事情还没有说完，所以我们这一期继续。开始之前要给我自己一个奖励吧，这个是法国的一个小甜品，这个叫小船。我觉得在法国长大的小孩应该都知道，是他们小时候都吃过的一个点心。它就是一块小饼干，但是这个口感有点像饼干和蛋糕中间的这么一个口感，就是没有很酥，也没有很软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果酱。我先吃一口。这就是问题，吃了一块之后就停不下来了。OK， 吃完了，现在继续回到正题。前2期我给大家分享了我去海边骑车，然后赶海的经历。这一期呢，主要我想分享的是一些关于文化的不同。在海边，我发现这里很多人都想把自己晒得更黑，把自己晒黑，去沙滩上一躺，晒一晒日光浴。我也跟我的一些朋友聊过，他们觉得呢，大部分的人是这样认为的。夏天的时候把自己晒黑一点，等到回去上学、回去工作的时候，别人一看到你就说啊，你去度假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你的赞美，他是在夸你。我就受到了很多这样的夸奖，有很多人都跟我说啊，你现在这个肤色很漂亮，你晒黑了。其实我的内心在哭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想把我自己给晒黑一个度。我觉得很多欧洲在追寻的这个小麦肤色，它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肤色，可能能证明这个人他很爱运动，或者他出去玩了。但是我呢，还是更偏爱自己比较白的这种肤色，尤其我的这个脸上的肌肤有一点敏感，就是如果太阳晒多了会变得特别的红，这样不太好。所以我呢一般是比较害怕太阳直晒，我会避免这件事情。但是欧洲呢可能会以这个为美，所以每一次出去骑车之前或者下海之前，我都会给自己涂很多的防晒霜。对于我来说，在脸上涂的是一个脸上专门的防晒霜。这种防晒霜，如果女孩子的话可能会知道，是那种比较轻薄、材质有点像水的那种液体的防晒霜。最重要的是，防晒涂完了不能搓泥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涂完防晒之后还会化妆、打粉底，不想让它都在一块儿很黏，那样不好。防晒一定要成膜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擦身上呢，就是一些可能稍微有点油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只要它防晒的系数比较高就可以。我一般防晒霜那个 SPF 值没有到达50的话，我是不会用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太够。但是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会专门买度数低一点的，比如说 SPF 25，这样的话，他觉得既不会让他晒伤，但是也会让他上一些颜色。他觉得这个是不错的。如果他涂了 SPF 50的话，他觉得他这一趟出来玩就白玩了，就没晒着。我对这种想法也是，你开心就好。所以就是说嘛，我一般一涂肯定是 SPF 50，不会更低。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因为这次骑了很多车，
骑车的时候它其实会晒到这个手背的，就是我手背这里一下子变得很黑，还有脚上，因为穿了那种夹脚的拖鞋，然后脚背也一下变得很黑，还有这个脑门儿可能都是被晒到的重点对象，所以我在防晒霜之后，我还有一个晒后修复的乳霜这个涂上去呢，就会让你皮肤突然就觉得凉凉的，很柔和补水，这样就是晒后修复一整套的系统。可能大体来说，这个亚洲的美和欧洲的美还是存在着基本的区别的。我很好奇，在你的国家大家是怎么想的？快快和大家评论区一块分享一下吧。其实现在9月份已经开学了嘛，上了大概3周学之后，再回想我8月份到处玩，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可是当时8月份真的每天在度假的时候，又会觉得说好累呀，一会儿要去吃饭，一会儿要去参观这个，一会儿要骑车去那里，又觉得好累呀，就想在家里躺一躺。然后有的时候躺多了又开始焦虑，说我今天好像什么也没干。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好复杂。那到现在对于假期的分享，这3期视频就告一段落了。等下一次呢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住的房子怎么样，里面都有什么，期待大家的关注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